大家好，我是哥叔。你听说过日本都市传说不开房间的女性吗？在日本论坛上，一位匿名的网友发文，讲述了他10多年前自己还是大学生的时候，经历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怪事。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一位同伴重伤送医，新员工诡异的在此结束生命。那扇封闭之门后的秘密，以及夜晚的诡异声响，至今仍在楼主的心头挥之不去。注意，本视频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，请谨慎观看。这是距今10年前，我还是大学生时候的事儿。我读的是地方偏远的乡下大学，就读于这所充满淳朴气息学府的我们，多数在4年级生早已攒够了学分，用积攒的打工费踏上了毕业之旅。但我是生活超懒的人，直到大4仍未满足毕业的条件，积蓄亦已耗尽，毕业旅行成了奢望。不过有处境相似的同学在，结果物以类聚的4个人就一同前往了其中一人父亲所在企业的一所疗养院，或者叫培训中心，享受免费住宿。这里不是重要的设施，而且最近公司很少使用，所以我们以打扫和晾晒被褥换取了住宿权，随我们爱住几天。经济拮据的我们决定至少停留1周，便驱车深入了山林，历时约2个半小时，靠着地图在山里走，最终看到了那间研修中心。确实最近没在使用，而且也没去设置管理员，乍看之下就是一个废墟。另外一进屋子就是一股霉味，令人犹豫是否真要在此栖身呢。好在清扫过后勉强的凑合些，环境稍显宜人。首先确认情况，我们逐一探索了伯父提供的钥匙串所能开启的每个角落，发现建筑布局小巧精致，空间配置相当典雅。如伯父的说明，4人住的房间1楼有2间，2楼有4间，共享浴室1间，厕所1间，食堂、厨房这样的构造，唯独一扇门始终紧闭，或者说是一扇不能开的门。位于2楼走廊尽头的这扇门，两侧各2间卧室，没特别的地方，就像是被封印起来之类的感觉。所有的钥匙均无法开启。从外观和房间的布局判断，那儿应该是另一间卫生间，但伯父坚称仅有单一的卫生间。我们对这进门呢并未过多留意，逛1楼时已经确认过厕所。那么这里是？只能说也许是伯父记错了，还是故障之类的原因才不能使用的吧。之后我们个人分配了负责的区块打扫。日暮降临，我们拥有了基本的栖息之所。房间分配是大家各住在2楼的4间房里。拜打扫的疲劳和酒精的功劳，我们很早就各自的进房睡觉。但躺卧在床上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困意袭来，却迟迟的难以入睡。就在半梦半醒之际，我是脚对着走廊躺着，我听到脚边门外发出了这样的声音。那声音到底是心理作用吗？这次确实清楚地听到了2声，声响的间隔越来越短，但确实听到了。不知道是水还是什么粘稠液体滴落在走廊的地板上，这种感觉的声音。看时钟是凌晨3点，这种时间是其他的小伙伴在做什么吗？是在做什么呢？想不出来。果然禁不住恐惧，我在床上坐起身来，朝着走廊问话：谁在那儿吗？喂。无人回应。我下了床，颤颤地打开门，探出头，缓慢地扫视走廊。在走廊的尽头，那个不开之门的前方，站着那东西。我想叫不出，只能让呜咽的声音在走廊里响起。可是我的脚也无法动弹，眼睛也离不开那东西。那个身上包着略脏的浴衣，浴衣前面难堪地敞开，可以看到女性的内衣裤。
从浴衣伸出的手臂和脚很细瘦，只有腹部异样的膨胀着，其中一只细瘦的手臂伸向了脸，单手掩着嘴部，双眼骤然的睁大，突然翻白，覆盖嘴巴的手指间渗出了呕吐物，滴在了地板上。那东西一边洒落呕吐物，一边向这儿靠近。这是搞什么？这谁啊？糟了，快逃！我的脑袋里各种想法搅成了一块，身体也不受控制，根本无法行动，可眼睛还是盯着那个。突然他的眼睛又睁得更大了，呕吐物突破了压着的手，一口气喷涌而出，感觉到呕吐物的飞沫粘在了我的脸上。突然回过神来，我嘶声大叫，将门猛地一关，蜷缩进了被窝里。接着感觉到对面房的朋友听到了我的惨叫而出了房来。搞什么啊，半夜这么迟？又是惊人的惨叫，在走廊上的跑步声，然后传来了从楼梯滚落的巨大声响。因为那声响，其他的2人好像也醒了过来，来到了走廊，但这次无人在尖叫。有人敲我的房门，我含着泪出了房间。楼梯，朋友沙哑地指着楼梯那边，当场跪坐着。一个朋友呢跑向楼梯，发现了重重摔落了另外一人，马上就叫了救护车。救护车迅速的抵达，摔下楼梯的朋友似乎有好几处的骨折，已经失去了意识，被送往了医院。我无法忍受再待在这里，就被搭上了救护车。隔天，我留下了住院的朋友，又回到了研修所里，跟等待的2位朋友说了昨晚发生的事儿。他们当然什么都没看到，好像只有我跟住院的朋友目睹了。总之，我不想再在这里留宿，打包好行李离开了研修所。到底那家伙是什么？那不开之门是……回家后，跟任职于该公司的伯父说明原委以后，他脸色一缓，神色凝重，断断续续地讲了起来。大概是3年前，研修所还频繁地被使用时，请了外部的讲师，以该年度入社的12名新入社员为对象，做自我启发的讲座。活动内容非常呆板，社会人的礼仪不在话下，生活方面呢，也全被规则绑着。12人里面有位女性，体态相当苗条的她是极度的偏食者，严重偏食。当然，这位讲师也不会允许饭菜吃剩了，把吃剩的饭塞进了她嘴里，用水灌着，强迫吃下，强制她进食。那女性持续在夜晚2楼厕所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，被弄成了精神崩溃的状态。研修进入了后半段的某晚，女子半夜在2楼厕所反复呕吐的行为还是被讲师发现了。讲师用像是整栋都能听到的音量斥责她，最后还说，像你这样精神薄弱的人没有活着的价值。担忧自己身上满布着呕吐物，女子呆呆地坐着，同期的几人出声叫她，但她毫无反应。隔天早上，同期的一人进厕所要方便的时候，看到了她把浴衣的带子悬挂在了房门的压居，已经上吊身亡了。半年后，我们使用过的研修中心被彻底的拆除。然而，人心中的成见就像是一座大山，任你再怎么努力，都没办法撼动。好了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点赞关注，下期不见不散。